儿子生日这天，我终于看清了傅斯锦不爱我和儿子的真相。爸爸，傅斯锦，是时候结束我们这场糟糕的婚姻了。副总，我们尽力了。秦杰，我不可能的，我命令你给我救活他，要不然我让医院倒闭，全当没人了。思琪，不好了，木木晕倒了！快进入室！春安，春安，思琪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木木吧，你救救木木！木木的眼睛再治不好的话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眼下也只有小少爷的眼睛合适了。思琪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木木，你救救我儿子吧，思琪，我求你了。副总，逝者已矣，要不要让小少爷换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？思琪，谢谢你。妈妈，我的右边的眼睛怎么不见了？年年，没事的，妈妈去给你叫医生。年年听话，在这等妈妈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年年，是妈妈没有好好保护你，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，对不起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。小爷，奶奶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子。往后余生，就让我做年年的眼睛。爸爸，年年，还疼吗？只要爸爸在，年年就不疼。爸爸以后可以不离开我和妈妈吗？好，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跟妈妈了，好不好？妈妈，爸爸真的错了，我们和爸爸回家吧。年年已经失去了眼睛，他不能再失去爸爸。傅斯锦，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年年，你能这么快康复，多亏了李医生。待会儿把这个花送给他，感谢感谢，好不好呀？年年的眼睛果然好了，看到木木康复，我
我就放心了。副总，您当初为了救陆小姐的儿子，亲自签下了捐献书，这万一被夫人和小少爷知道了，可怎么办？那就永远不要让他们知道。他们不就是想要一个家，我会拼尽全力给他们。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不会，我瞒得很好，而且青离和你非常爱。傅自己，你就仗着我们对你的爱肆意糟蹋。原来所谓的浪子回头，只不过是为了自刎而已。原来我和儿子以为的幸福，是他为了守护心中挚爱编织的梦境。原来所有的礼物都在暗中标注了价格。青莲，年年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？傅思锦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陷入你假象的温柔和爱意之下。青莲，年年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？刚刚看你拿报告拿了这么久，就想着带儿子来找你，刚进去门就打开了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和儿子的检查报告吗？哦，回家再看，不着急。来，年年，爸爸带你回家。哎，我们年年长大了，以前爸爸抱都是搂着爸爸的，是不是？走，回家。男人可真是这世界上演技最好的动物。如果我不拆穿，他可能会演一辈子。你还记不记得骆书涵？他孩子病好了，刚回国，但是回来的太着急，还没找到住的地方。我想，要不让他在我们家住几天？你别多想，我就是觉得她一个女孩子，又没有什么家人，挺可怜的。我没多想，也不介意。青林，你真好。那我晚点，让我妈把客房收拾出来。妈妈，哎呦，少夫人、小少爷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可怜呐，这小少爷是遭了多大罪呀！哦，对了，王妈，快去把客房收拾出来。年年，你在家乖乖的，和妈妈好好休息，爸爸还有会要开啊，照顾好年年啊。这小少爷刚康复呢，先生着急忙慌了，这要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？当然是去找他的亲家宠物。年年，你想不想跟妈妈离开这里？年年，想不想跟妈妈离开这里？入伙的第一天，我的眼睛在。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哭得那么伤心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奶奶让你难过了。爸爸也偷偷哭了。他说以后要当我的眼睛。他说他想做我和妈妈一辈子的依靠。妈妈已经失去了健康，不能再失去爸爸。车祸第21天，我出院了。真恶心！傅年年是个独眼龙。壮壮发现了我的秘密。独眼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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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眼龙。年年，
妮妮，你怎么了？妮妮在给爸爸妈妈玩躲猫猫。来，爸爸看看。不过没关系，爸爸妈妈都很爱我。妈妈不哭，妮妮已经不疼了。妮妮，妮妮，妈妈，奶奶以后就只有你了。傅斯锦，留在你身边的每一秒，都是对我和儿子的折磨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园长，我来带年年办退学手续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想带儿子换个地方生活。年年同学在幼儿园受欺负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年年妈妈实在是抱歉，这样也好，换个地方，重新开始。园长，那退学手续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木木身体怎么样？眼睛还难受吗？医生说木木恢复得很好，眼睛用的也很合适。谢谢你啊，四姐。没事。那青梨姐呢？她要是知道木木用的是年年的眼睛，别生气啊！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洛书涵永远都是这样，明明占尽了好处，却还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。医生，羊水破了，快送进手术室！给我打催产针，我也要今天生，快！好，护士，快给罗小姐准备催产针。经理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四姐，舒涵，太太和罗小姐都要生了，您准备去给谁陪产？四姐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去陪千里姐吧。罗小姐有难产的迹象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老公刚去世不久，现在没有人照顾。糟了，降红了，快准备手术！舒涵，四姐，经理，你别多想啊。舒涵从小身体就差，又是难产，需要人照顾的。儿子出生到现在，你都没有抱过他，你要不要抱抱他？哦，好，来。你看木木一离开你就哭了。四姐，你看木木多喜欢你呀，仿佛你就是他的亲爸爸一样。青梨、明念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青梨姐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我是带舒涵和木木来报个名，你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没什么事，先走了。木木，这是你年年哥哥，你们认识一下吧。你们啊，很有缘。妈妈，他戴着白色的眼罩，好丑啊！青梨，你别生气，木木不是故意的。况且我们大人没必要跟孩子计较。对，年年，你是哥哥，应该让着弟弟，对不对？真乖。明明昨天傅斯姐还因为别人对儿子的一句嘲笑，当场发了飙。原来只要换成洛书涵母子，他就演不下去了。青梨，他怎么好像不一样？四姐，哦，木木的手续还没办完呢。年年，妈妈给你申请一所国外名牌幼儿园好不好呀？那里有很多很多新的小朋友陪你玩。好呀，只要有妈妈的地方，奶奶就开心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眼睛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年年乖，
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蒲思锦，你的世界我们曾经努力靠近，但现在，我和宁宁要去过自己的人生了，但不会再有你。咱们说好了，以后每周都带木木去游乐园玩一次。千里，你收拾箱子是要去哪儿啊？宁宁心情不好，我带她出去散散心。对了，舒涵他们找房子可能没有那么好找，我想着能不能让他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时间，你肯定不会多想，是吧？反正明天我和儿子都要走了，这个家迟早都是你们的。木木，我下午已经批评过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。客房我已经让王妈收拾出来了，走，木木。我不要住客房，我要住思锦爸爸的房间。木木，别胡闹。我从小就没有家，没有爸爸。思锦爸爸，你让我们住客房，是不是早晚都会把我们赶出来呀？当然不会了。正是有妻必有妻子。不哭。心里，木木跟舒涵真的很可怜，要不就让他住我们房间。随便。耶呼！木木可以和思锦爸爸一起睡了。思锦爸爸，能不能让妈妈也跟我们一起睡啊？木木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可以在爸爸妈妈中间一起睡。不要胡闹。千里，木木从小没有感受过父爱，这样我就陪他们一晚上，行吗？好，走喽，看看我们的新房间。默默，想不想玩跳马？好啊！1、2、3，走喽！走喽！嘿，1、2、3。蔡妍妍，不到10个小时就结婚了。喂，景月，帮我办件事儿，我要离婚了。谁要离婚啊？你要离婚啊？那赶紧离啊！这样这个家的一切可都是我的啦。哎，你看你这睡衣穿在我身上多合适啊！对了，刚刚思锦还跟我说我好骚啊，她好喜欢。我不要的垃圾，你捡来也罢。你野照，我的野照，年年。太搞笑了吧！野照，我的野照，妈妈你看看，野照，年年，妈妈在这里。妈妈野照不见了，欺负我儿子！千里姐，你看我儿子的眼睛好看吗？当初医生说我儿子的眼睛出了问题，思锦知道之后，立马就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眼睛。没想到这新眼睛果然好用，木木啊，不仅没有排异反应，反而更健康了。你说这眼睛到底是谁的呢？千里姐，你儿子的眼睛在我儿子脸上多漂亮！孟千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告诉你，思锦为了我儿子，根本不顾他亲生儿子的死活。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和你儿子都会沦为我们母子的工具。不止你儿子的眼睛，还有你的房子、你的男人，以后都会是我的。你和你儿子注定给我们母子让位。坏人不许欺负我妈妈！孟春丽，千里，我千里姐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或者你可以打我。你怎么可以打木木呢？木木还这么小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思锦爸爸，他们欺负木木和妈妈，他们欺负木木
布和妈妈。青离，我平时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找舒涵他们母子的麻烦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好好冷静冷静。今天我带他们母子出去住。爸爸， Feels like I'm frozen, nowhere to run. 爸爸疼不疼？人家给你呼呼。 From here, 没想到被打的时候还是会疼。年年，妈妈好疼，这次真的好疼。但是疼过了，也就彻底不会再疼。思锦很贴心，给我和木木开了10万1晚的豪华总统套房。哦，对了，心理姐，她平时也会给你们铺床铺吗？新证据。傅思锦，5年来我一直是你的好妻子，替你操持家务，用心料理你的起居。哪怕知道你对洛书涵好，我也信了你的话，只是把他当朋友，最后却害得儿子失去了一只眼睛。傅思锦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和儿子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青离，年年，我回来了。青离，年年，年年，青离。青离，你在哪儿呢？冷静之后，赶紧回来。我已经替你跟舒涵和木木道过歉了，我还给你们买了礼物。我告诉你，青离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拉黑我，孟青离，你太过分了！孟青离要跟我离婚？怎么可能？先生，不好啦，这里有封律师函。我就最近给他太多好脸色了，才给我蹬鼻子上脸，连律师函和离婚协议这种招数都给我用上。先生，您是不是和夫人有什么误会呀？误？哪有什么误会？他就是赌气我当初扇了他一巴掌，跟我闹别扭呢。可是您不该打夫人呐。为什么不能打他？我跟舒涵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吃醋也就算了，他还找舒涵的麻烦。我再不教训他，他一点傅氏女主人的样都没有了。可您从前从没打过夫人，自从洛小姐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爸爸，外婆说你给不了爸爸幸福，爸爸反驳了几句，就被姥姥打了一巴掌。我不是说过不要再因为我跟你爸妈起冲突吗？可是我看不惯他们那样说你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努力爱你，让你爸妈认可我。嗯。以后谁再敢打我老婆，我必定让他10倍奉还。思姐，我听说青离姐离家出走了。思姐，青离姐是不是还在怪你打她？
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他先打我的那一巴掌，我就忍下了，要不然也不至于他这样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啊。年年还那么小，这多危险呀！舒涵说的对，如果不是他先对舒涵母子动手，我也不会打他。他自己走就算了，他还带走年年，就是他太过分了。离婚协议书，思锦，青离姐要跟你离婚？他早就跟孟家断绝了关系，离开我他还能去哪？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乖乖的回来求我。说的也是，青离姐毕竟跟你有孩子，她也不敢跟你离。对，以前吵架，不出3天他就会自己回来乖乖求我，根本不用我哄。这次就是他对你们太过分，让他自己好好冷静冷静，等他想通了自然会回来。王妈，先生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现在刮胡膏在哪？你不知道我每天都要刮胡子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以前您的刮胡膏都是夫人准备的。我给你开工资，你让夫人操心这些？先生，我也阻拦过夫人，可夫人说您对刮胡膏的品味极高，我挑不好您喜欢的。老婆，这些东西你让下人去准备就好了，你不用操心的。你的事情我愿意操心。再说了，你的品味只有我最了解呀。夫人还没回来吗？没，新的刮胡膏在哪？最后一盒刮胡膏已经被您用完了，夫人也没有再添置新的。王妈，王妈，先生，这衣服怎么回事？这么皱我怎么穿？先生，之前您的西装又是夫人在做，又是夫人在做。对，但我劝过夫人，但夫人不听。只要是您的事情，夫人都亲自去做，不假手于人。你吓到我了。看你运的那么认真，我过来都没发现。当然啦，你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员工和客户，西装皱皱巴巴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再说了，我啊，要你做全世界最体面的老公，你的每一件衣服，每一件事，我都要亲力亲为。陈磊，帮我记领。辛苦老婆，每天都起这么早帮我打领带。只要我在的每一天，都会帮你打领带，意味着拴住你这个人儿。好，那我就一辈子都被你拴着。经理，等你这次回来，要是不好好给我道歉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经理，我就知道是……哎，先生，您回来啦？怎么只开一盏灯啊？往常您在公司加班，夫人一个人在家就让开一个。她说家里人不齐，不用开那么多灯。怎么不回房间睡？
说好了要等你回来一起睡的，怎么能失忆啊？抱歉啊，都怪我工作太忙，忘跟你说了。以后超过10点，我要是没事，老公工作忙辛苦了，我做这点事情算什么？怎么只开一盏灯啊？不害怕吗？你又不在家，我开那么多灯干嘛？能娶到你，真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先生，你要是嫌灯暗，我把其他的灯也打开。不用了，就开一盏灯，等年年还有青林回来了，再全部打开。好。青林，青林，青林，老婆，不要，不要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我梦到你离开我了。你爸过世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怎么会离开你呢？你这梦魇的老公命还是没有好，喝我人参汤。青林，如果你明天再来，我真的不会轻易原谅你。王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先生，当初是太太找我来傅家照顾小少爷的，现在夫人带着小少爷走了，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。谁跟你说他们走？他们只是出去散心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夫人早就给我发了补偿金，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什么？夫人早就给我发了补偿金，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什么？王妈，感谢你这些年的照顾，我和年年走了。如果你想要离开傅家，随时可以。王妈，我知道你跟太太感情好，但是你们这么戏弄我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先生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骗你能有什么好处？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对待夫人和少爷的，您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怎么对她？我跟舒涵青梅竹马，她又没了丈夫，那么可怜，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是我的义务。可夫人才是您的妻子，照顾夫人才是您的义务，可您却护着一个外人，哪个做妻子的能接受？是，难道她小肚鸡肠，她动手打别人，我也要惯着她吗？这么多年，我给她和儿子什么不是最好？我现在就是照顾一下舒涵他们母子，她就要跟我闹离家出走，是她太任性了，知道吗？那是您没看见他们是怎么欺负夫人和少爷的。洛小姐太过分了，我作为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王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些年，夫人对你无微不至，这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。可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好像洛小姐才是您的家人，哪个妻子能不寒心呢？王妈，我知道你跟夫人感情好，你替她说话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不能这么污蔑舒涵。舒涵那么善良，怎么就欺负青离了？先生，您看看这座别墅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您和太太新婚的时候一手操持的。您还记得你们曾经多么幸福，多么恩爱吗？老公，你看这个房子还可以吧？这可是我按照你的喜好设计的。你不是说不会再做设计了，怎么又重操旧业了？这可是我们的婚房，我当然要亲力亲为啦。好看。走。您说洛小姐可怜，难道夫人就不可怜吗？
这些年他陪着您从无到有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白眼。可自从骆小姐来了之后，您就让他们搬进了你们的房子，甚至还让他住进了你和夫人的房间。这照顾人也要有个度的。我真的没有。反正我也要走了，您要想了解真相，你就去看看小少爷房间的摄像头，就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了。真相。年年的眼周。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了青离？是我没有问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对青离动了手。所以真的是舒涵先挑衅青离，青离才……所以真的是舒涵先挑衅青离，青离才……据媒体报道，富士集团总裁傅斯景和当红女星出入酒店，举止亲密。老婆，我跟他……老公，我相信你。老婆，谢谢你，这么多年一直相信我。你是我丈夫，这辈子无论你做了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的。好，那你放心，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老公都无条件相信。青离，年年，对不起，是我食言了。你们那么爱我，一定不会离开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去找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跟我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副总有什么吩咐？查，青离和年年到底去哪儿了？年年，喜不喜欢我们的新家呀？喜欢，只要能跟妈妈在一起，年年都喜欢。慢点啊！小心！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景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律师函上面看到你的信息，有些证据要找你商量，就来找你了。谢谢叔叔帮我妈妈。这是年年吧？真乖。那我们别站在这里了，去我家聊吧。行。叔叔，请喝茶。年年真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差点忘了你从毕业之后就来国外定居的事了。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如果当初我要是知道傅斯景敢这么对你的话，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。青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知道你最喜欢的人就是我，我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爱你，思景，我愿意嫁给你。阿离，恭喜你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我也该彻底死心的离开了。
对不起啊，景月，从小你就帮了我很多忙。这次如果不是你帮我处理离婚的事情，我就不会那么顺利的出国，也不会那么顺。放心，在我王家的地盘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啊，对了，关于傅思锦非法捐赠的事情，我有了新的线索。如果傅思锦是被蒙骗的，你会怎么做？喂，找到秋林和年年线了吗？查到了，副总，太太在4天前乘坐飞机前往了美国。他们对那边人生地不熟，为什么会去 M 国？这个具体不清楚，有人帮太太做了信息掩护。那他们在国内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哪里？夫人离开前曾向幼儿园提供一些文件，或许那里会有她的线索。哦，我知道。园长，进。傅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我是来想问一下您最近年年在幼儿园的表现，她有没有不听话？年年妈妈已经为她办理了退学手续，不在我们幼儿园就读了。什么？傅先生不知道？也是，你最近几次来学校都是为了木木母子的事，年年的家长会你也没再出席，我都快以为你是木木的爸爸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办的退学手续？大概1周前。1周前。所以，在舒缓母子搬进家里的时候，他就决定要带着儿子。年年可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，小年纪就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心，我们还准备让他当班长呢。现在看来是我们学校没福气了。这些是年年走的时候留在我们这儿的一些奖状和画。他平时总是把爸爸妈妈挂在嘴边，受了委屈也不哭，还总说要立志成为像爸爸一样优秀的人呢。他总说他最爱的人就是爸爸妈妈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永远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。可是怎么也没想到，连转学这件事，你这个当父亲的不知道。爸爸，年年走的时候，我让他把这幅画带走，可是他说再也不想看到爸爸的任何东西，不想再让妈妈伤心了。年年分明最爱我的，怎么可能不想看到我的东西？审核材料我这儿也填完了。麻烦你了，思锦。不客气，跟我客气什么？爸爸，你看我今天数学考了100分，是要带我和妈妈去吃炸鸡。思锦，谁在说话？爸爸现在有急事啊，你先乖乖的，别来打扰爸爸啊。可是我和妈妈已经换好衣服了。我说了，爸爸有急事儿，你让你妈带你去啊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就是这张奖状，我当时这个奖状，当时我。爸爸妈妈，我得了个优秀班干，是我们班唯一的优秀班干。是吗？这么厉害？我看看。思锦，木木好像吃坏东西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这就带木木去医院。我先带木木去医院，你和年年自己回家。啊，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没有，弟弟生病了，我们要理解爸爸。他们没有跟我分开，他们母子只是出去散心了。我会把他们找回来的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是爸爸最近忽视你。
你怎么又来这种？你答应过我不再抽烟的，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儿，我就要走。哎，行了，别闹了。那客户给我递烟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要这样，我也出差。我出差3、4个月，我让你跟儿子都见不到我。之前每次闹矛盾，不出3天，他一定会回头找我低头。这次一定也不例外。这次他只是想让我先低头，只要我给台阶，他一定会下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那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丝瓜汤，喝一口嘛。走。下次还敢吗？我发誓，我再也不惹老公生气了。什么机灵？对，只要我去找他，他一定会乖乖跟我回来的。给我订最近的机票，我要飞 M 国。景月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看你带着年年辛苦，然后这附近啊也没有什么中餐店，我就买了一些排骨和山药炖汤喝。哎，你们坐。有那个问的，要多注意点啊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妈妈，叔叔真好呀！以前爸爸从来不下厨给我们做饭。景月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这段时间帮忙，我们也不会很快的在这边安定下来。没事儿，我是你花大价钱请的律师，自然服务要到位。对了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，我这边已经查清楚了。就是骆书涵一个人主使的，他买通了你和年年的主治医师，制造了年年假死的现象，然后骗顾思锦签了捐赠书，可能顾思锦不知情。经理，如果顾思锦真的是无辜的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不会。就算他不是故意的，捐赠书也是他亲自签的，弄不清楚自己儿子到底有没有去世，是他这个做父亲的失职。年年，你支持妈妈的选择吗？年年只喜欢妈妈，无论妈妈怎么选，年年都永远陪着妈妈。乖儿子，多吃一点。年年可以继续吃，妈妈也吃。况且，如果不是他的纵容，骆书涵就不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来。他的一句不知情，就要抹掉我和儿子所受的委屈吗？你能这么想就好。经理，我不想再看你挑活口。律所那边有点事儿，我接个电话。谁呀？谁啊？爸爸。老婆，儿子，你们真的在这儿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。经理，我飞这么远过来就是接你们回家的。家？回哪个家？那个家是你和骆书涵的家，不是我和儿子的家。经理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跟陆书涵之间清清白白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我承认是我冤枉你了，所以我这不过来跟你和儿子道歉了。儿子，年年，你看。爸爸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，喜不喜欢？我不要爸爸的蛋糕。经理，你是怎么教孩子？短短几天，儿子就这么抵触我？我怎么教儿子？这段时间你有管过儿子吗？一息只扑在骆书涵母子身上，你有考虑过儿子的感受吗？我知道这段时间因为书涵母子的事情，我疏忽了你们的感受。但是书涵母子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才不得不帮你。况且我这不是亲自搭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来接你和儿子回家吗？傅思锦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亲自搭10几个小时的飞机很辛苦吗？请问这个世界上谁坐飞机不是亲自搭的呢？再说了，我和儿子这些年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一个蛋糕就想抹平一切？傅思锦，我们母子在你眼里是很贱的人吗？经理，你说话不要太过分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的台阶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需要？我这些年还是太惯着你了，惯了你不仅是自信，还自作多情。离开了你，我才知道是我对你的滤镜太重了。
每次吵架你都想要我乖乖认错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掉这个毛病？好，你说的这些，我回去都改。但是你们能不能先跟我回去？你跟儿子2个人人生地不熟，你让我怎么放心？离婚协议书你没有看到吗？傅司警，你们离婚吧。你是认真的？想必律师函你也收到了。我是认真。青离怎么这么自私？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你为孩子考虑考虑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他怎么离得开爸爸？年年，你也舍不得爸爸对吧？来，跟爸爸回去，爸爸带你去你最喜欢的娱乐里，行不行？年年只要妈妈，不要爸爸。你吓到儿子了。青离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你自己胡闹也就算了，你还带着我儿子学坏，你还教坏我儿子是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觉得我是在胡闹？你要不要看看你在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们回去，等回了国，我随便你怎么。傅司警，你放开妈妈！住手！妈妈，青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？跟他旧情复燃了是吗？傅司警，你别张口就乱咬人。我说错了吗？不然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傅司警，是你先辜负了青离在前，那就别怪我保护他。青离是我老婆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保护。我是不是外人，由不得你说的算。我喜欢了青离那么多年，是你当初承诺你要对他一辈子好，我才放手的。王景月，我跟青离才是合法夫妻，我不准你相伤我的女人，听到没有？你和青离已经离婚了。你忘了？景月，你这个时候承认我是你的妻子了。你当初帮着骆书涵母子签下捐赠书的时候，你有想过儿子根本没死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满心满眼都是骆书涵，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你连自己儿子有没有事都不去确认一下，你根本不配做年年的父亲。不是的，青离，我去守儿子了，是医生当时跟我。别跟我解释这么多，因为你说再多，年年的眼睛都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不，青离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和儿子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，你要是再不滚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傅司警，华尔街是我王家的地盘，你要是想在这儿闹，陪你玩。我告诉你，王景月，你别以为我在这没有手段，没有人脉。华尔街凭我王家的地位，就你那点人脉，根本敌不过。你来人，送客！放开我，滚！我自己会走。老婆，我先回去。我们之间有太多误会，我给你时间冷静。等你想通了，我随时来接你跟儿子。副总，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他现在在气头上，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，等过段时间再去接他回来。副总，有话直说。医院那边已经收到了太太的律师函，还有李医生收到律师函后担心被制裁，已经畏罪潜逃。什么？你现在知道我是你老婆了？你当初帮着骆书涵母子签下捐赠书的时候，你有想过儿子根本没死吗？你都知道了。青离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？原来他真的要起诉我。不可能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舍得离开我？怎么舍得我去坐牢？你去找李医生，看看他收到的律师函里还有其他内容吗？是。另外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已经把木木和骆小姐母子接回家里了。木木，年年的衣服好不好看呀？好看，我最喜欢穿年年的衣服了。多亏我儿子以前可怜装的好，妈妈才能把年年他们都赶走了。以后啊，
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年年的玩具，年年的爸爸都是你。耶，太好了，我们有爸爸了呢。妈妈，年年和他妈妈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？放心，就算他们想回来呀，妈妈也能让他们永远回不来。让他们死在外面，说不定我们木木还能继承夫家的财产呢。陆书涵，没想到你真是这么恶毒的人。那我希望他们真的死在外面，这样我就永远能拥有他的眼睛了。木木啊，这可是妈妈和李医生费尽千辛万苦才给你弄来的眼睛，要不是我们骗你富爸爸，年年死了，他还舍不得。所以啊，以后你一定要记得感谢李医生，知道吗？罗书涵，思锦，你怎么？所以，青离和年年出事，是你和李医生串通在一起，故意骗我。年年还那么小，你就骗我挖了他的眼睛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爸爸，你快放开妈妈！爸爸，谁是你爸爸？谁跟你这么叫了？你帮我报名上学，还帮我开家长会，还为了我找你儿子。老师和妈妈都说了，你就是我的爸爸。我不是你爸爸，我不准你这么叫。都是你教他的，对吧？罗书涵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木木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唬他干什么呀？要不是你平时宠着木木，他会叫你爸爸吗？你闭嘴！如果不是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阿莲是我兄弟的份上，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母子的死活。现在你不光不感恩，你还敢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。傅思杰，你也知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那么深的情谊，我拿你儿子的一只眼睛给我儿子怎么了？理所应当，是你害了你儿子。不是我，要不是你骗我年年死了，我也不会把年年。我说你儿子死了你就信啊？你有亲眼看过年年吗？你就是一个失职的父亲。你够了！妈妈，怎么被我说中恼羞成怒了？傅思杰，从头到尾你才是最自私的那个人。经理已经起诉我了，你才是这个非法交易的幕后主使。你以为我死你就能活吗？什么？他敢起诉我？李医生已经收到律师函，放心，你们是共犯，马上就要去吃牢饭了。不，签订协议书的人是你，动手术的人是他，我可没有逼你们，你们的锅你们自己背。陆书涵，我原来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种自私自利、敢做不敢当的小人？对，我就是自私自利，怎么了？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把人给我带进来。副总饶命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已经出国了吗？副总，按您吩咐，我们在机场已经把人拦下来了，他已经什么都招了。你们对青离母子做了什么？给我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否则我割了你们的舌头。副总，都是陆小姐吩咐的，我只是拿钱办事，我是无辜的。你又没有证据，口说无凭，算什么？明明是你自己医术不精，误判了年年的死亡。我只求你拿他的眼睛捐给我自己的儿子，我可没有逼你。你敢颠倒黑白？明明是你花了50万让我制造年年假死的假象，你才是主谋，休想让老子替你顶罪！思杰，让我放开妈妈，你放开他！这个女人买通了司机，撞死了富太太和傅少爷，让我说傅少爷已经死了，我顶多算是个从犯，他才是主谋。所以，青离母子的车祸是被设计的，这一切都是他主导的。掐死你！你害我毁了工作，害我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人起诉。妈妈，副总，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都坦白了，你就饶了我。思杰，我就知道你啊！妈妈，陆书涵，青离母子所受的痛苦，我让你百倍偿还。这一巴掌，我打你设计青离母子的车祸，害我误会他们。这一巴掌，我打你骗我年年死了，我儿子何其无辜。这一巴掌，我打你骗走我儿子的眼睛，
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！妈妈，把他们给我带到警局，别让他们脏了我和经理的家。是。副总。妈妈，妈妈。经理，年年，爸爸一定会帮你们报仇的。年年今天终于会写字了，以后要在日记本里记录妈妈和爸爸的一切。我叫付年年，我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家，有温柔的妈妈，很厉害的爸爸。虽然爸爸总是冷着脸，但妈妈告诉我，爸爸很爱我，只是不会表达。我一直都以为我是爸爸最爱的小孩，可是从车祸开始，一切好像都变了。那天我和妈妈听到了爸爸和医生说，他把我的眼睛送给了别的小朋友。爸爸不是最爱我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妈妈捂住了我的耳朵，要我不要难过，她要带我离开。我不想要爸爸妈妈分开，可是在那之前，爸爸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要我和妈妈失望。这是爸爸送给我的，我妈妈说了，我喜欢的东西你都得给我。怎么了，木木？付叔叔，年年抢我的玩具，还打我，我好疼。年年，你是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欺负弟弟？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你还狡辩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木木没有爸爸很可怜，你玩具给他玩一个又能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还有哪儿疼吗？付年年，你太过分了！罚你今天晚上回家不许吃晚饭。来这玩，叔叔带你去买更多好玩的玩具，好不好？你爸爸讨厌你，不要你了，他肯定是木木的爸爸。对呀，为什么我的爸爸不肯相信我呢？我不喜欢爸爸了。妈妈安慰我，爸爸只是心疼木木没有爸爸，不是故意的。可是爸爸好久都没有陪我了。那天我想请爸爸最后当一次我的模特。爸爸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呀？叔叔，我的试卷要让家长签字，你帮我。好，木木，叔叔这就来啊。年年，你自己乖乖的啊。走吧。对。今天木木抢了我的眼罩，妈妈为了保护我被爸爸打了，但是我最后一次叫住他，可是他却没有回头。你为什么非要跟舒涵的母子过不去？爸爸，我对爸爸很失望，我不想再让妈妈和我一样难过，下定决心我要和妈妈一起离开。只有彻底离开爸爸，我和妈妈才会永远幸福。对不起，爸爸，以后我和妈妈不会再回来了。年年，是爸爸错了，爸爸不该忽视你，爸爸不该错怪你。爸爸妈妈，靠近一点。嘿嘿，就是这样。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，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。哎呀，我们年年太厉害了，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大画家，是不是？我心里有满满的哎呀，
只要这幅画在，年年和爸爸妈妈就永远的在一起。给你我的祝福。我心里爸爸现在在忙，你自己乖乖的啊。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。爸爸妈妈，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年年，都是爸爸该死，爸爸一定会补偿你跟妈妈，我们一定会重新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听说傅思锦把陆书涵还有李医生送进监狱了，这也算是给你报仇了。他倒是撇得干净。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吧，傅思锦也是蒙骗者，所谓不知者无罪，再加上他的律师给力，他也可以免过牢狱之灾。听到他的名字就罚，还好我出国了。现在我和妮妮重新开始的这段时间，我才知道自己活得有多憋屈。那我亲爱的孟小姐，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，愿意让我照顾你和年年一辈子吗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重磅消息：华尔街太子爷王景岳即将和孟家千金孟清离成婚。据传，孟小姐和前夫已经离婚。哇，妈妈好漂亮呀！这件婚纱是王先生花了8位数才拍下来的，孟小姐穿上后简直惊为天人。景月，这也太贵了。不贵，5年前我看到这套婚纱的时候，我就想看到你穿上，可惜今天也算圆了我的梦。妈妈穿这个太好看了，今天都还没有看到妈妈穿婚纱呢。我听说当初傅思锦因为工作忙，没有给你兑现婚礼的承诺，我希望今天能给你弥补上。景月，我何德何能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？值得，经理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女孩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。妈妈最棒，我是最棒。不可能的，他答应过我只会爱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跟王景岳结婚？不可能！给我订最近的航班，我要飞 M 国，快！有请新郎新娘登场。王先生，请问你愿意娶孟小姐，无论疾病还是贫困？我愿意。孟小姐，请问你愿意嫁给王先生，无论贫穷还是疾病？我愿意。他不愿意。傅思锦，他还没跟我离婚，他不能嫁给王景岳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法律也已经生效了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。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真的离开我的，你一定是在演戏，对不对？你想多了，我没时间陪你演戏。我不相信，你明明那么爱我，我们两个之前明明那么好，你怎么可能舍得抛下我？这枚戒指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这枚戒指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说过，戒指在，爱就在，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。老公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么大人了，先把安全带系上。晋江，结婚礼物。我亲爱的傅先生，你愿意被我套着一辈子吗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亲自去买戒指？跟性别无关，我就是想一辈子套牢你。只要戒指在，我就永远在你身边。你就说愿不愿意吧。我愿意，下辈子等你。你醒醒吧，傅思锦，
就算你拿出戒指也没有用，你已经亲手毁了我们的婚姻。你说过，戒指在，爱就在，只要戒指不坏，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。你还记得吗？你醒醒吧，傅思锦，你拿出来戒指也没有用，你已经亲手毁了我们的婚姻。不，你说过的，戒指在，人就在，你一定不会食言的，对不对？傅思锦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。老婆，我给你跪下，我求求你，别离开我好不好？你从前说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你现在就觉得丢脸了？老婆都要丢，要脸干什么？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清醒一点，傅思锦，这样做已经没有用了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戒指在，人在，戒指不能丢，戒指不能丢。找不到了，心里已经被你弄丢了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会的，能找到的，我一定能把你们找回来，我一定能把戒指找到。这么多年，我给过你太多次机会了，可是你一次一次的让我和儿子失望，你不会改的。不，就算我和儿子现在回到你身边，没过几天你又重蹈覆辙。我能改的，你说什么我都能改。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懂爱，你只不过是觉得失去了一只舔狗而已。如今戒指已经丢了，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。不是的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不用管他，我们继续。请问您？我知道你恨我一直疏忽你，那我就跪着，一直跪到你原谅我为止。天哪！爸爸，傅思锦，你的双腿不要了吗？如果不能挽回你和儿子，就算废了我的双腿又如何？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跟儿子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们都不会相信。我不配做一个丈夫，我也不配做一个父亲，但我只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想你的选择后悔。你忘了，我们曾经在你父母面前发过誓的，我们说要永远在一起，一生一世都不分开。我只求你给我个机会。你的忏悔来晚了，我和儿子已经对你不抱任何期待了。不要，老婆，不要这样说好不好？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不能离开你的。我可以把眼睛给儿子，我可以承受你跟儿子100倍1000倍的痛苦。我只求你能原谅。傅思锦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女人，我跟洛书涵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们清清白白的。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晚了，傅思锦，你给我和儿子造成的伤害，不是你能付出多少就能挽回的。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来纠缠我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去死吧！小心！去死吧！小心！傅思锦，爸爸，孟青离，你凭什么让这么多男人围着你转？你凭什么高高在上的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傅思锦，傅思锦，傅思锦，你怎么样？原谅我。医生，医生！经理，我的公司股份在家里保险柜的第3层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就拿出来给你和儿子。你别说了，留点力气吧。如果我死了，所有的遗产都是给你和儿子的，你和儿子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会长，你别说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，有你这句，就算我死了也值了。医生说你那一刀伤到了神经，下半辈子都会是植物人状态了。洛书涵因为装病保释出狱故意杀人的案子已经了结了，他因为多项罪名最终被判了死刑。你的公司也因为非法捐赠的丑闻陷入了危机，不过你放心，几个月已经帮你度过了危机。按照你的股份权让书，我和年年会照顾好你的服饰。谢谢你这一次救了我，不过我和年年已经决定好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。年年，跟爸爸好好道个别吧。爸爸，你还是我爸爸，年年会养你一辈子。但是年年能做到的只有这些。爸爸，王爸爸已经给我找到了合适的眼睛，以后我又是健康的孩子了。我和妈妈会替你好好的活着，爸爸，你不用担心。傅思锦，
你给我带来的伤害，我和儿子永远都不会忘。你就安心在医院里好好做你的植物人吧。